各位长辈朋友，下午好，我是志霖，欢迎来到健康之道。今天先不聊养生，聊一个更实在的话题，咱们手头的养老钱、保命钱该怎么安稳存进银行？咱们这代人一分一毛都是从苦日子里省出来的，放家里怕丢，存银行图个放心，可现在反倒存出一肚子气。前2天，家住城西的王奶奶红着眼圈来找我，她攒了2-3年的卖菜钱和子女给的生活费，一共6万，想去存个3年定期。谁知柜台里的小姑娘没个好脸色，连番追问钱哪来的，有证明吗？最近有大额支出吗？问得王奶奶心里发毛，最后钱也没存成，抱着钱一宿没睡。她拉着我说：“志霖，我这钱干干净净，怎么存个钱像做贼？”这话真是说到心坎里了，咱们自己的血汗钱怎么就存不进去了？银行还嫌钱多吗？今天志霖就和大家把这里的门道规矩仔细讲明白。尤其现在已是2026年，全球金融监管收紧，银行规矩一天比一天严，咱们要是糊里糊涂，可能轻则钱存不进，重则账户被冻结，那就真麻烦了。在开始前，恳请您抬手给志霖点个赞，或评论区打个明白了，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的灯油。若还没订阅健康之道，记得关注，下期对咱生活有用的分享，您就不会错过。话说回来，这世道真是变了，以前咱们去银行，那是 VIP， 柜员笑脸相迎，端茶倒水，逢年过节还送袋米，送桶油，就盼着咱们多存点。现在可好，从2026年开始，全球都在严厉打击洗钱、诈骗这些金融犯罪，咱们国家跟得紧，银行就成了第一道防线。他们对现金的管理，尤其是大额现金，那真是严上加严，慎之又慎。很多老朋友可能听过大额现金管理这层，但具体多少算大额，心里没个准数。志霖在这里给您交个底，现在全国普遍执行的红线就是5万元人民币，您没听错，就是5万。对咱们有些家庭来说，5万可能是一场大病的预备金，是给孙辈准备的学费，是翻修老房子的启动资金，真不算天文数字。但在银行系统里，这就是一条高压线，一次存取超过这个数，系统立马就会亮红灯，拉警报。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明白，志霖先讲一个我亲耳听来的特别典型的故事，主角是我锻炼时认识的老拳友赵大伯。赵大伯70有2，退休前是国营厂里的8级钳工，技术那是顶呱呱，做人更是老实本分。他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，钱只有变成花花绿绿的票子，攥在手心里，藏在眼皮底下，才叫真钱。什么手机支付、银行卡余额，他觉得那都是虚的，是数字，说没就没。所以他每个月一到发退休金的日子，雷打不动要去银行，把卡里的钱全部取成现金，拿回家用牛皮纸信封装好，塞进他那口陪嫁过来的老樟木箱子底层。这么些年下来，樟木箱子里攒了厚厚一摞信封，加起来有9万来块。这里头有他的退休金，有儿女平时塞给他的零花钱，还有他发挥余热，帮街坊邻居修修自行车，换水龙头，人家硬塞给他的辛苦费。每一张钞票都带着赵大伯的体温和实在。前阵子他老伴老是嘀咕，说楼下好像有生人转悠，又说新闻里老报道入户盗窃。赵大伯心里也打鼓了，想着这钱放家里终究不是个事儿，万一真被贼惦记上，或者屋里反潮把钱欧烂了，一辈子的心血可就打了水漂。思来想去，他还是决定把这9万块钱存回银行，图个安稳。那天赵大伯郑重其事地换上只有过年才穿的藏蓝色中山装，把9个信封里的钱全部拿出来，戴上老花镜，在台灯下足足数了5遍，确认是9万元整。他用塑料布把钱包好，又套上一个黑色的购物袋，紧紧抱在胸前，像是抱着个婴儿，一路小心翼翼到了银行。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，终于轮到他了。他把沉甸甸的袋子从窗口递进去，和气地说：“同志，存钱9万。”柜员是个小伙子，打开袋子，看到那些新旧不一，甚至有些毛边的钞票，脸色刷一下就严肃了。他没有马上点钞，而是抬起头，目光锐利地看着赵大伯，问道：“大爷，请问这笔钱的来源是什么？我们需要登记。”赵大伯一下子懵了，脸涨得通红。来源，我自己的钱，我一辈子清清白白，这还能是黑钱？柜员小伙子无奈地摇摇头，
指着电脑屏幕说：“大爷，您别激动，这是国家2026年的新规定，个人存取现金超过5万元，我们必须询问并记录资金来源。您得告诉我，这钱是工资、退休金、经营所得，还是其他什么？最好能有相应的证明。”赵大伯的火蹭就上来了，他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，用手敲着玻璃隔板：“我取我自己的钱要证明，存我自己的钱还要证明。我在你们银行取钱存钱几十年了，你们现在把我当罪犯审，我这钱是省出来的、攒出来的。我修车谁给我开发票，儿女给钱谁给我写收条？”大厅里的人都看了过来，赵大伯又羞又气，血压直往头顶冲，最后一把抓过那包钱，吼了一句：“我不存了！什么破规矩！”气冲冲的回家了。回到家，他饭也吃不下，对着那包钱生闷气，觉得这世道简直不讲理。其实啊，志玲要说句公道话，这事儿真不能全怪柜员，也不能怪赵大伯不明白，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信息差，闹的误会。咱们必须清楚，从2026年起，银行的系统全变了，全国联网，智能监控，只要存取款金额触碰到5万这根线，系统就会自动弹出一个强制窗口，要求柜员进行客户尽职调查。这有个洋名叫 KYC， 意思就是了解你的客户。您不用记这个英文，您就记住，这不是柜员刁难您，也不是银行店大欺客，这是法律和规章要求的硬性动作。柜员如果不问清楚，不把信息录入系统，这笔业务根本办不成，他本人轻则扣奖金，重则丢饭碗。所以咱们将心比心，他们也是端人饭碗，执行规定，咱们得多一分理解。那赵大伯这钱后来怎么处理的呢？还是存进去了。过了2天，他女儿周末回娘家，听说了这事，赶紧带着老爷子又去了银行。这次他们做了准备，女儿在手机银行上把赵大伯过去3年的退休金流水全部打印了出来。虽然每个月取出的金额不等，但长期看，取出的总额和他要存的9万元大体能对得上。女儿还让赵大伯带上了退休证、身份证。到了银行，女儿心平气和地跟柜员解释：“同志，我爸这钱主要是每个月退休金取现后省下来的，一部分是我们子女平时给的赡养费。他年纪大了，不相信电子支付，就喜欢现金拿在手里的实在感，所以攒了这么多现金，现在觉得放家里不安全，想存回来。”柜员听完，仔细核对了流水和证件，在系统里详细备注了退休金结余及子女赡养费，很快就把钱存好了。您看，事情说开了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通过赵大伯这个故事，志玲想告诉各位老朋友，当银行工作人员询问您资金来源时，千万别着急上火，更不要觉得是冲您个人来的。您越是情绪激动、言辞闪烁，在系统看来就越可疑。咱们要做的就是心平气和，实话实说。当然，这个实话实说也得有点小技巧，我后面会仔细教您。讲完了正面该怎么处理，咱们再来看一个反面教材。这个故事更有警示意义，因为很多聪明人容易走进这个误区。他们会想，既然一次存5万要查，那我分几次存，每次存4万9不就行了吗？既办了事，又绕开了审查。志玲在这里要大声疾呼，这种想法千万要不得，这是最危险、最愚蠢的做法，后果可能比存不进去钱严重10倍。这个故事的主角是社区活动中心的常客刘阿姨。刘阿姨是个精明人，耳朵灵，消息广。她不知从哪听来一耳朵，说现在银行存5万以上就要扣税，还要交罚款，这纯属谣言。但她深信不疑。正好她刚把乡下一处老宅院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了，对方付了15万现金。刘阿姨不想去开转让协议证明，嫌跑村委会盖章麻烦，于是她灵机一动，决定智取银行。她开始了自己的化整为零计划。第一天，她来到小区门口的邮储银行，存了49800元。柜员一看不到5万，麻利的就办好了。刘阿姨拿着存单，心里得意，看来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第二天，她骑车到2站地外的农商行，又存了49500元。第三天，她换到更远一点的商业银行，存了4万9。1个星期内，她像蚂蚁搬家一样，穿梭于4、5家不同的银行网点，把这15万现金安全的分散存进了不同的账户。刘阿姨自以为得计，还在老姐妹圈子里传授经验，夸自己脑子活络。可好景不长，不到1个月，
麻烦找上门了。那天他去缴燃气费，刷卡时怎么都刷不过去，提示交易失败。他又去超市，银行卡再次被拒。刘阿姨慌了，跑到 ATM 机上一查，屏幕上一行冰冷的字，让她如坠冰窟。该账户状态异常，已冻结。她腿都软了，赶紧跑到开户行去问。大堂经理一查系统，脸色非常严肃：“阿姨，您的账户因交易行为异常，触发了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系统的预警，被暂停非柜面交易了。系统判定您有拆分交易、规避监管的嫌疑。”刘阿姨一听洗钱、嫌疑这些词，眼泪都快下来了，连连喊冤：“天地良心啊！我就是个老太太，我洗什么钱啊？我就是怕麻烦才分开存的呀，为什么后果这么严重？”这里志玲必须给大家科普一个关键概念，拆分交易也叫结构化交易，俗称蚂蚁搬家。您可能觉得在不同时间、不同银行存钱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但您要知道，现在的银行系统背后是强大的人工智能和国家级的金融监控网络，所有银行的数据在反洗钱层面是共享的，系统会自动分析同一个身份证名下的所有交易。如果您在短时间内在不同机构频繁地进行接近5万红线，比如4万8、4万9的存款或取款，这种模式在监控模型里是比单笔巨额交易还要可疑的信号，因为这明显是人为的、有意的规避行为，通常与电信诈骗、网络赌博、非法集资等犯罪活动的资金归集特征高度吻合。系统一旦捕捉到这种模式，为了防控风险，会毫不犹豫地对相关账户采取冻结措施。您说刘阿姨这事冤不冤？本来合理合法的钱，因为想耍小聪明，反而惹上了涉嫌洗钱的大麻烦。为了解冻账户，她不得不回老家补开宅基地转让证明，到派出所说明情况，还要写书面承诺书，来来回回折腾了快2个月，身心俱疲。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没事给自己找了一堆事。所以各位老朋友，请一定记住志玲这句话：存钱取钱，务必光明正大，坦坦荡荡。您的钱只要是正道来的，就别怕问，更别去搞那些小动作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您自己要是先心虚躲闪，那影子在别人看来肯定就是歪的。那么核心问题来了，咱们到底该怎么应对银行的询问呢？特别是咱们很多长辈，钱就是日积月累省下来的，没有工资条，没有交易合同，时间久了连自己都记不清具体怎么来的了。别着急，志玲请教了好几位银行的资深朋友，给大家总结了几套话术模板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考，心里就有底了。您最好拿笔记一下，或者把这段内容收藏起来，多听几遍。第一种情况，也是最普遍的情况，多年积攒的养老金、退休金结余。您可以这样从容地对柜员说：小伙子、姑娘，这钱啊，是我这些年从退休金里一点点省下来的。人老了，看病应急处处要钱，我就习惯取点现金放手里，觉得踏实。平时我也不太会用手机付款，怕点错了，钱放卡里总觉得不保险。这不，攒了好几年，觉得放家里更不安全了，还是存回银行吧。这么说的妙处在于：第一，指明了最核心、最合法的来源，退休金；第二，解释了持有大量现金的合理原因，老年人对电子支付的不熟悉和不信任；第三，表达了最终目的，保障资金安全。只要您的账户历史上有规律的退休金发放和取现记录，柜员通常核对一下就能顺利办理。第二种情况，如果是子女晚辈给的孝敬钱、赡养费，您可以这么说：这钱是我儿子闺女平时给的，过年过节的红包，还有平时给我买菜买药的生活费，我们老两口开销小，用不完就都攒起来了。如果总额比较大，比如超过10万，最好能让子女帮个小忙，请子女把他们给您钱的银行取款记录或转账截图打印出来，或者发到您手机里，您给柜员看一眼，这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合法的资金链条，证明这笔钱是从子女的合法账户流向您的，说服力非常强。第三重情况，家庭办事收的礼金或者变卖旧物、农产品的收入，这种情况一定要有证据意识。如果是红白喜事的礼金，您可以拿出当时寄的人情簿，跟柜员解释：同志，这是我家前段时间办孙子满月酒，亲戚朋友们随的礼钱。咱们中国人讲究个情分，这钱虽然没发票，但每一笔我都记在本子上了。这个理由充满了人情味，
柜员也能理解。如果是卖粮食、卖水果、卖家传就家具得来的现金，尽量保留当时的买卖字据、收条，或者哪怕是一张有时间和内容的照片，都能作为有力的辅助证明。您就说，这是我地里种的苹果卖了换的钱，这是当时和收购商写的简单条子，真实性就很高了。第四种情况，一些年代久远、来源比较零碎的家庭积蓄，您可以概括地说，这都是我们家过去10-20年省吃俭用，从各项生活开支里一点一滴抠出来的家庭备用金。以前没有这么多规矩，我们就喜欢把现金收着，现在觉得还是存银行好。切记，绝对不要说是打牌赢来的、赌博得来的，或者来历不明的钱，前者涉嫌违法，后者根本无法核实，都会导致存款失败，甚至引来更深入的调查。除了说什么、怎么说的态度同样关键，咱们和银行沟通时，语气要平和，态度要诚恳，要表现出理解和配合。您想啊，如果您心里没鬼，何必着急上火呢？您越是通情达理、有条不紊地把情况说清楚，柜员办理起来也越顺畅，越觉得您可信。如果您一上来就拍桌子、大声嚷嚷，反而会触发工作人员的警惕心理，觉得您是不是想用气势掩盖什么问题，审查可能会更严格。说完了存钱，志玲还得再唠叨几句取钱的学问。2026年的新规是存取双管齐下，有时候取钱的规矩比存钱还多。如果您需要提取大额现金，比如超过5万元，务必提前1天给银行网点打电话预约。现在很多银行规定，取现超过20万，甚至需要提前2-3天预约。为什么呢？一来，网点为了安全，日常不会存放过多现金；二来，大额取现本身也是监控重点，银行需要时间准备和报备。您要是没预约，直接跑去，很可能白跑一趟，人家库里根本没那么多现金给您。取钱时，柜员同样会询问，阿姨大爷，您取这么多现金打算做什么用呢？这时候您可别嫌烦，也别为了显摆乱说。志玲听说过一个真事，一位大爷去取8万块钱，柜员问用途，他得意地说要去投资一个国家保密项目，年收益50%。柜员一听，这100%是诈骗套路啊，立刻启动了防诈骗拦截程序，一边稳住大爷，一边悄悄报了警。最后警察和银行工作人员苦口婆心劝了2个小时，才让大爷相信那是骗局，保住了他的养老钱。所以当银行问您取款用途时，这其实是在保护您，您就照实说一些合情合理的日常用途，比如家里老房子要简单装修一下，施工队师傅要求部分工钱结现金，老伴住院了，医院有些押金和费用需要交现金，儿子要结婚了，按老规矩得包些现金红包，这些理由真实、安全，通过的也快。千万不要说要去投资不明项目、购买虚拟货币、借给不太熟的人赚高利息等等，这些都会立刻被系统标记为高风险交易。还有一个特别容易忽略的细节，就是身份证。咱们不少长辈的身份证一用就是10年、20年，有时候过期了都没留意，还一直放在钱包里。您一定要记住，去银行办理任何重要业务，身份证必须是在有效期内的，哪怕过期只1天，银行的读卡器都无法识别，业务立刻停摆。所以，请您时常检查一下身份证背面的有效期，如果快到期了，比如还剩3个月，就赶紧抽空去派出所换新的。现在很多地方可以办加急，千万别因为这张小卡片耽误了用钱的大事。时代发展快，新规矩多，咱们老年人不适应，志玲都懂。但请静心想一想，这些规定虽然添了点麻烦，初衷是为了谁？是为了筑起防火墙，把骗养老钱的骗子、贪污腐败的蛀虫、洗黑钱的罪犯牢牢挡在外面。如果银行对大额现金不管不问，骗子骗了钱就能轻易取走，警察追查难如登天。现在多问几句，多份证明，看似麻烦，实则让坏人犯罪成本变高，让咱们的钱袋子多一重保障。这么一想，是不是更该支持配合？作为健康之道的听众，咱们都是明白人，不能只抱怨，要主动学习、适应、掌握新规，琢磨透了，就能在守规矩的同时，更好维护自己的权益。关于钱的安排，既然现金存取这么讲究，可以开拓思路，考虑更便捷安全的方式。长期不用的钱，可存定期，白纸黑字，心里踏实，或在可信子女帮助下，
了解本金有保障的理财产品。但老年人理财务必牢记安全第一，任何高回报承诺都要打问号，天上不会掉馅饼。如果实在学不会，就回归最踏实的方法，用定期一本通存折，一笔一笔清清楚楚，只要资金来源正当，银行永远是我们财富最安全的保管箱。万一在银行遇到态度不好或难解决的问题，也别一味隐忍，可心平气和找大堂经理或负责人反映，或记下工号拨打客服电话。咱们讲理，不惹事也不怕事。希望下次您去银行能面带微笑，从容说明情况，顺利办好业务。您有没有类似经历？欢迎留言分享，大家一起学习取暖。若觉得内容有用，请分享给家人朋友，让大家了解新规，提前准备，避免踩坑。咱们辛苦一辈子，求的是心安、安稳，钱安置好了，健康幸福晚年才有坚实根基。我是志霖，咱们下期再会。祝各位身体健康，心情愉快，家庭和睦，福气满满。